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很多人之所以日子过得越来越被动，根源在于他们对自己不够坦诚，或者不愿意正视那些冷酷的现实难题。这些难题一旦深入思考，往往会让人感到害怕，甚至让人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迈过这道心理障碍，他很可能会迎来一种新生，从此感到轻松自在，生活顺畅无比。我常常会思考一些让人不安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有没有勇气远离那些对你有害的人和事？真正聪明的人并不是一味追求开心和快乐，而是努力让自己摆脱负面能量的干扰，内心保持平静。同样的道理，人生不需要非要去追寻什么宏大的意义或者崇高的使命，只要你能做到远离那些对你有害的人和事，就已经比绝大多数人强了。现实中，很多人明明讨厌自己的工作，每天跟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打交道，却从没想过要离开。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太大，也可能是害怕别人议论。总之，他们选择了默默忍受，甚至还会觉得自己这种忍耐很了不起，很高尚。其实，每个人天生都有选择的自由。你不喜欢某个地方，不想见到某个人，完全可以转身走开。那些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语或者所谓的文化传统劝你继续忍耐的人，其实是在害你。因为这种妥协会让你的内心能量被压抑得喘不过气，甚至让你开始怀疑活着的意义。当然，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随心所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，那样未免太像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需要认真地去感受和判断，到底是哪些环境，哪些人一直在伤害你，持续消耗你的生命力，而且这种情况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。一旦你看清楚了这些，就要果断离开，最好不要回头，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。这就像是身体里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把它切掉，而不是想着跟它和平共存，否则它迟早会毁了你。说实话，这种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大多数人在真正下定决心之前都会犹豫很久，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种泥潭，摆脱不了那些有毒的人和事。第二个让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对于30岁之前的人来说，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，各种行业，各种工作，形形色色的人，你都可以去尝试，去体验。可是，一旦过了30岁，很多事情可能会慢慢固定下来，生活变得像一潭死水，日复一日，没有太多变化，就像温水里煮着的青蛙。如果这时候你觉得自己还有梦想，还有改变的余地，那就停下来问问自己，如果我一直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，5年后我会变成什么样？10年后又会怎样？只要你足够冷静，足够理性的去想，答案往往会让你感到害怕。因为大多数人在认真推演之后，都会发现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并不会让自己走向一个满意的未来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最关键的一步是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段，一个人待在一个没有干扰的地方，静静地思考这2个问题，把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好好想一遍。如果想到了最后你觉得有点不寒而栗，那第2天你自然就会开始采取行动，根本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。这种思考的过程虽然痛苦，但它能让你清醒过来，看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以及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把你带向错误的方向。其实，人生的很多困境都来源于不敢面对真相。我们习惯了用各种理由安慰自己，比如没办法，这就是现实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这种自我麻痹只会让我们越陷越深。就像有些人明知道身边的人对自己不好，却总想着再等等，也许会变好，结果等来等去，情况只会更糟。相反，那些愿意面对问题的人，哪怕一开始会感到害怕和迷茫，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，他们往往会发现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，反而会因为卸下了心理负担而感到轻松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多聊几句关于勇气这个话题。要离开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的环境，
或者跟某些人彻底划清界限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社会上有很多声音会让你觉得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，或者是自私的。比如，有人会说工作不好也要坚持，毕竟稳定最重要；还有人会说人际关系不能随便放弃，毕竟以后还可能用得上。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，但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劝你继续忍受，而不是帮你找到更好的出路。真正对你好的人会鼓励你去追求让自己舒服的生活，而不是让你为了别人眼中的应该而牺牲自己。我有个朋友曾经在一家公司做了5年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领导还总是挑他的毛病。他心里早就烦透了，但一直不敢辞职，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，换工作风险太大。后来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了，跟我聊了整整1晚上，最后下定决心递了辞职信。结果呢，他辞职后休息了2个月，重新找了一份薪水更高、氛围更好的工作，现在整个人都有精神多了。他说那次辞职就像从笼子里逃出来，虽然一开始很慌，但走出来之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没那么可怕。这让我感慨，很多人之所以过得不好，不是因为没能力，而是因为没勇气迈出那一步。再来说说第2个问题的思考方式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做一次未来推演，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工具，就是找个安静的角落，拿张纸，把现在的状态写下来，然后想想如果一切不变，几年后会是什么样。比如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自己喜欢的，收入能不能支撑未来的生活，身体和精神状态会不会因为现在的压力变得更糟。很多人不敢这么想，因为一旦想清楚了，就不得不面对改变的压力。可如果你不去想，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运气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我觉得与其稀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不如花点时间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哪怕这个过程有点痛苦，至少结果是你能掌控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别太依赖别人的建议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别人觉得好的路未必适合你。比如有人觉得稳定最重要，所以劝你老老实实待着；有人觉得冒险才能成功，所以鼓励你立刻辞职创业。但这些建议只是基于他们的经验，对你来说可能完全不适用。所以真正能帮你的还是自己的思考和判断，别人最多给你个参考，决定还是得你自己做。最后我想说，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手里，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拿。面对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，你完全有权利说不；面对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，你也完全可以停下来重新规划。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对自己诚实，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未来负起责任。只要你肯迈出第一步，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，你都会发现生活其实比你想象中更有弹性，也更有希望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